超級強權東升西降，今天特別來關心到是雙普訪華爭寵哦，真的是不落人後。我們等一下也來看到說，現在呢在北京哦，由於各國都開始不斷的去北京訪中哦，那麼北京也開啟了所謂的朝貢制度新時代嗎？另外，來自於《時代》雜誌最新評論，他認為全球的權力已經移轉到中國了。今天就這些議題，我們會做一個比較清晰的分析。我們先來看到3個火線話題，等一下請來賓特別幫我們做解析。首先第一個，川普才剛離開北京，結果普丁接下來即將要訪中了。現在看起來世界正在向東看齊，也是因為對美國失去信心嗎？第二件事情我們要來看到是川習會剛落幕，但是我們觀察到整場的川習會，甚至到川習會結束之後，川普的態度哦。改過去的強硬風格，這一次真的是比較低調一些，甚至對中國釋放出罕見的許多善意。時代雜誌在這邊更做了一個這個雜誌的封面，等一下我們會看到在面板的另外一頭哦，我們可以看到那個背景上面全部都是紅色，並且看到2位中美的領導人正在握手，被視為是全球權力正在向東轉移嗎？這是時代雜誌最新的評論，到底怎麼回事？等一下我們也會做來分析。第3件事情，我們要來看到川普訪中，但是換回來的成績只有200架的波音飛機跟數百億美元的農產品訂單，這算輸還是算贏？那麼我們也會持續的觀察說，如果今年秋天換習近平訪問美國，那美中到底誰能可以真正的拿到主導權？今天就這些議題，我們都會一起的來做關心。好，我們先來看到是習川會剛落幕哦，結果下一位重量級的元首即將訪問中國大陸的就是普丁了。俄羅斯總統普丁將會在5月19、5月20號訪問中國，可以說等於短短1周之內，這個美俄2大元首都接連訪中。但是我們不只是看這1周而已，我們從今年初2026一起來做關注，到底有哪一些世界大國重要元首訪中呢？首先可以看到英國首相施凱爾、加拿大總理卡尼到法國總統馬克宏、德國總理梅爾茨都接連訪中之外，在中東的方面也有許多的元首訪中，除了阿布達比的王儲之外，還有伊朗的外長跟巴基斯坦的總統等人。中國的官媒是這樣定調，為什麼各國現在都在訪中？有3個原因。第一個，體現中國的特別看重與期待，還有對中國機遇的努力，抓取開放的中國。再來就是第3個，顯現了中國更懂得尊重、擅長合作共贏的方案。我們來看到這個是橋水基金創辦人達里歐也特別講到了，現在外界的觀感正在逐漸的改變，不少領導人前往中國，就像歷史上面的朝貢制度，就承認了彼此之間上面有一個權力的差距，這是來自於創辦人達里歐最新的一個評論。那麼節目一開始特別請教委員怎麼看了今年許多國家元首紛紛訪中，這背後代表的意義又是什麼？對，我覺得這一切還是要再次歸功於川普哦，那麼真的是要感謝他了。各位知道，就是說，其實美國跟他的西方盟邦長期以來哦，就是美國一直把自己塑造成為代表世界的正義，他是國際的警察，他制定了國際的遊戲規則，然後呢，他制定了相關的國際組織。那麼美國就代表了自由，代表了民主哦。那麼美國長期以來把自己塑造成為這樣的一個形象，然後接着呢，他就把他敵對的國家，比如說像俄羅斯，比如像中國大陸，這個美國的這個跟他的西方的盟邦，還有這些西方的媒体，就把這些國家塑造成為專制、獨裁、共產的政權哦，所以就是邪惡的軸心。這是長期以來這個美國在全世界所玩的2分法的遊戲嘛。所以大家看看這個好萊塢所拍的電影哦，美國永遠都是站在維護世界正義的這一邊哦。那麼這也是美國人民引以為傲的地方。可是呢，川普上任之後呢，他就完全這個反向操作了哦。那麼我們看到從川普 2.0 哦，還先不要講 1.0 了，就從 2.0 開始講就好了。他上來做了什麼呢？川普 2.0 一開始他就先羞辱他的盟邦，北邊羞辱加拿大，南邊羞辱墨西哥，然後接着他就開始課徵對等關稅了，全世界無差別的這個散彈槍亂掃哦，大家紛紛有這個通通都中獎了。然後接下來呢，關稅才告一個段落，馬上就開始要這個準備要奪取格陵蘭了哦，就要求取得格陵蘭。格陵蘭這件事情還沒告一個段落了，還沒有這個有個分說之後，接着你又看到他就開始突襲了委內瑞拉。這個美國自己扮演了加勒比海的海盜，去搶人家的油輪哦。
然後呢，委任大家結束之後呢，他就開始揮兵伊朗了。揮兵伊朗的時候，沒有通知任何的盟邦，他就這樣幹了哦。那麼完全是在一個被以色列這個綁架的情況之下，川普就做了這麼多事那這些事情一瞬之間就把原本的黑白豬羊全部變色了哦。就原本的這個主客的角色就完全顛倒過來了。大家忽然發現說，原來美國不是世界的警察，美國不代表自由、民主、正義哦，因為美國所做的一切的事情都是為了自己。那個川普不斷的講，你想要什麼你就去搶，你想要石油你就去搶哦。那麼他想要什麼他就去搶了。所以美國一瞬之間就從這個世界的警察變成世界的強盜了。可是在這個過程當中，中國大陸始終不變的哦。就中國大陸是一以貫之的一個這個路線，我一直不斷的在這個節目講，這就是王道跟霸道的差別了。就今天中國大陸在奉行的就是王道的政策，而川普今天在玩弄的就是霸道的權術而已。所以所謂的王道是什麼？就是大家共存共榮，互利互惠，我過得好，你們也過得好。美國現在在玩的把戲是，只有我可以過好日子，你們都不可以。所以在這種高下立判的情況之下，那麼當然中國大陸在國際社會的被這個信任的程度大幅的提升，它成為一個穩定的力量。那你更不要提到說，在地緣政治上，中国大陸不斷的強調，第一，它不插手任何一個國家的內政；第二，它支持多邊主義，它捍衛這個國際的這個遊戲規則，捍衛國際組織，這些東西都是符合真正全球，不要說南方國家啦，現在連這個比較先進國家，這都是他們所期待的哦，就是讓世界能夠恢復到一個有秩序的狀態。那你更不要講在貿易的層面了，今天貿易很顯然的就全世界就是兩大的這個貿易的重大的這個强權，一個是美國，一個就是中國大陸。所以這就是為什麼卡尼去中國大陸的時候，卡尼的外長不斷的這個對外說，我們不能夠把雞蛋都放在同一個籃子裡哦。今天美國顯然不是我們可以依賴的對象，我們必須要做相關的這個風險的分散。那麼加拿大會做，任何一個國家都在做同樣的事情。所以今天中國大陸的這個國際地位大幅的提升，當然跟中國大陸長期以來奉行王道路線有很大的關係。但是更重要的，我們還是要感謝川普，他自己一個人把美國的形象給毀了。好，对，特別是在川普2.0上任之後，不管是在國際地位、地緣的這個信任度哦，中國大陸在這個背景之下是他們的信任度大幅的提升，美國現在則是受到許多盟友的不信任。那同時間，其實呢，還是有來自於美國媒體特別做一個評論，而且我們要特別來看到這個雜誌的封面，其實蠻有趣的。這是《時代》雜誌這一期的最新封面哦，可以看到這個中美兩國的元首在握手之際，這個背景圖是完全是紅色的，被視為是呢，是不是中國代表了中國大陸它這個崛起的一個趨勢，是這個雜誌要特別強調的嗎？特別是看起來也有川普要把這個全球秩序權力交給習近平的味道嗎？等一下我們來稍微解讀一下這個《時代》雜誌的封面。再來就是大家說，這次呢，川普訪中期間這個態度怎麼變得這麼奇怪？過去不是都很霸道嗎？但是我們看到他這個飛機在飛到大陸的途中，他是沒有接受採訪的。那峰會期間，社群也很安靜，然後多次釋出對中國的正面言論。台灣問題至少在川習會期間，他人在大陸的時候也沒有多提。那麼針對習近平說美國已經衰落的話，他都說是表示贊同的。雖然說他是指在拜登時期。那針對於川普的態度，楊老師怎麼解讀？川普在跟習近平的晚宴之前呢，現在被拍到了一張照片，我覺得這個照片拍的蠻有趣味的。他在一個比較沒有人的這個大廳哈，一個房間裡面，面對着他兒子跟他兒媳婦，他在念他的稿子，他在練習。你可以想象啊，川普他以前會做這種事情嗎？而且你可以看到，在那個晚宴的时候，川普表現出來的就是說那種謹慎，他還翻了一下他那個稿子。那個時候還有人誤會說他是不是翻習近平的小本子，但不可能啊，因為事實上那個是上面有美國的這個白宮的國徽在這上面，同時那習近平小本子是寫的中文，川普應該看不懂吧？他沒有帶他的那個外孫女來哈。我剛才不是講中美之間現在權力關係進入到一個不同於以往，而且他們今年接下來最多會有3次。我剛才在查了一下，在我們錄影的沒有多久之前，美國白宮正式發了一個聲明了。這個聲明講了3點。第一點，川普總統和習近平主席一致認為，
美中兩國應在公平互惠的基礎上建立建設性戰略穩定關係。這是中國大陸提出來的。建設性戰略穩定關係，美國接受了，而且變為白宮的文字了。然後，川普總統在今年秋天會歡迎習近平主席訪問華盛頓，所以9月24號他已經表達就是邀請，兩國將作為東道主相互支持今年晚些舉行的20國集團會議和亞太經合組織的峰會，所以他們最多真的可能會見到3次面。這代表什麼意思？就代表就是今天呢，美國已經從這個 Pax Americana， 也就是說美國單極的霸權，其實真的是跟中國建立一個我叫做大國協調關係。這個在歷史上發生過，19世紀的上半葉在歐洲也是如此。那這個大國協調主要是中美，但也不限於中美。如果一些區域性的可能會有區域性的國家，歐盟；如果一些軍事性的可能會有俄羅斯。所以這個社會已經進入到了一個就是大國協調。那關鍵是因為中國大陸它跟西方過去的大國不一樣，它不尋求取代你成為霸主，但是它要強大自己的力量來保護自己的主權、經濟、能源或解決一些別人對它的挑戰。所以很清楚哈，現在我覺得已經進入到我們叫大國協調，也就是叫做這個所謂大國協商啊，那就中美的，然後持續性的元首外交。那當然。剛才看的白宮的發文，我剛剛講不是3個部分嗎？第一個部分，它就是美國就是確認了雙方在這個所謂穩定性啊、建設性戰略穩定關係裡面談到了伊朗啊，然後呢，第二部分是談到了雙方建立的外交跟投資委員會。那其實 AI 也會建立一個雙邊的溝通架構。第3部分就談到了中國大陸對美國的採購。那這個採購我們剛才談到的部分，這都是出來，這文字都一模一樣。是，但沒有談到什麼東西。對，沒有談到台灣。所以在白宮的文字當中沒有去談到台灣。也許一方面，台灣問題本來就很複雜。台灣問題牽扯到美國的軍工複合體的利益，台灣問題牽扯到中美之間真正最後如果要解決最後的這種對抗競爭的爆發點啊，還沒有到那個時間。台灣問題也牽扯到可能第一島鏈別的國家。高市早苗不是在川普回去的時候跟他通了15分鐘電話，這個15分鐘電話就是一個表態。什麼表態？不是說你飛過領土一定要跟我通個電話，不是這個意思，而是我很在意你跟習近平講了什麼東西，而且我跟中國是對抗的，所以他跟他打了個電話，以確保美國在跟中國在進行談的時候，我日本在那邊搖旗吶喊，我也是個咖啊。其實日本整個根本已經不是個咖了，但日本一直認為他們是個咖，那美國要想把它扶植變成一個咖，那台灣這邊也有人要搖着小旗說我也是個小咖，那美國當然也會照顧一下，所以呢，這會是個持續談判的議題，中美之間，而我看得出來，中國大陸跟美國說，台海的和平穩定是中美的最大公約數，他自己這樣講了，徐永明自己這樣講，這什麼意思？就是說我願意跟你共同來做危機管控，台海的問題不要讓它發生問題，但如果你超過這個底線，或台灣超過這個底線，我有我處理的辦法。艦長要怎麼看？其實啊，我們剛剛講到說有關於川普他邀請習近平主席在今年9月24號，然後訪問那個美國。那其實我們就又談到了有關於波音飛機，原來大家傳說要買500架，為什麼變成200架？200架是前金，後面有後卸的。那前金跟後卸中間是什麼關係呢？也就是說，現在他們那個，也就是這2國的元首在中南海單獨談的那個2小時，他們一定談了很多知心話，所以這一個川普總統才會在飛機上面講，治理台灣的治理台灣的那位。那當然有很多人認為這是首次美國現任的那個總統跟台灣現任的元首一個交流的機會，可是那有交沒有留啊？交是什麼？也就是交代你要做什麼。所以大家不要說很樂觀的看待這件事情，而且這也
從川普講的這麼多話裡面啊，我們有沒有聽到另外一件事情？川普又在說，我們台灣的晶片都是偷來的。那我們的台積電呢？我們台積電送到美國去，川普連提都不提啊。所以我們這樣講啊，其實我們剛剛講的後線不是只有300架這個有關於波音飛機的部分，還有稀土。這一次也等於沒談。那也就是說，現在我們大家竟然已經看到 F-35的戰機部分，它前面已經沒有雷達，為什麼？因為沒有稀土啊，沒有稀土做不出來啊。那也就是這個問題，其實是美國心裡的問題，可是他不願意講。那為什麼邀請這個時間點9月24號？可是難道川普不知道9月25號是中國的中秋節嗎？他清楚得很啊。那他為什麼邀請這個？也就是我們大家來開開心心開個趴，然後我跟您報告，你當初我們那2小時講的事情，通通都已經完成了，那就會有更大筆的訂單出现。更大筆的訂單出現到11月3號期中選舉的時候，正好發酵完畢，也就是可以促成川普支持的對象都能夠順利當選。那如果沒有這個9月24號的邀訪的話，那無論是 G20 或者是 APEC 都是之後的事情，期中選舉之後的事情，那就來不及了。是，好，謝謝艦長。那我們休息一下，馬上回來。地缘政治、美中之爭、戰略價值。